有人想要讲几句吗？有人想先讲几句吗？那我先说吧，毕竟这个讲2句。其实我刚刚都不想说了，因为感觉就是不太好插入。但是就是说，不是，我是说就是就是讲话这个不太好。但是呢，还是讲讲，因为王毅呢，就是这一年对我非常的照顾。因为刚刚我就说了嘛，他怎么对我好，我跟你们讲，真的太感动了，说出来你们都会流泪的。就是我们去重庆玩的时候，当时我们不是在挑一个首饰品嘛，然后我们进去。然后我就在那看，有一个包，就是黑色的包挂在那里，然后有点好看，但是我看了一下价钱，就是59块钱。然后我想，就是不是便宜，其实挺便宜的，就是没有好看到花59块钱去买，有点不行。然后我就在那纠结要不要买它。然后王毅就说你喜欢这个包，那我帮你买。哇，是不是很霸道总裁？当时我真的惊讶了，我想如果说。早知道就挑旁边79块的那个包了，但是怎么说呢？最后呢，就是没好意思说这个，然后他就给我买了那个黑色的包，真的很感动。还有一件事情，真的也很感动。当时我们出去玩嘛，然后我是用我妈妈的账号去借充电宝，然后当时我在输那个密码，很长一段密码，然后在纠结的密码，然后他就说，哎，你用你妈妈的那个，那我帮你借呗。然后他就啪一下拿出来扫，然后就帮我借了。他帮我借了好几次。我觉得就是这个女人，不是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个女人，赵诗莹充电宝的那个钱我还没给你算过。越来越对，我回去我一定会还你。然后就是越来越那个什么，就帅气了。然后做出来的事情呢也是很有男人担当，对，也就是很男人担当，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然后我眼光其实也很好，就是周诗雨，就是我希望呢，就是他们，然后王毅要自信一点，在各方面，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在我心里已经是 H 队里长得就是不是，就是染蓝头发长得最好看的一个，对，然后就是希望他更加自信，然后再多出镜，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好看的话，大家都很喜欢，想都看到他。然后舞蹈的话也加油。我感觉他有很大的进步，跟以前就是比起来的话，所以希望明年总选加油。好，看好你哦，谢谢张诗颖。好啊，那我也来，既然王毅今天生日，那我也来讲几句好了。然后，咋冯思佳呢？快点，冯思佳，你也要讲几句吗？算了，没什么，那等会儿再说吧。我嗓子哑了。好。我麦是假的。你有话说吗？好，那我来吧。这是我躺在床上的2个晚上想出来的一些话，因为平时其实跟王毅的话。基本上该说的都直接当面说了，不管是好话还是一些比较不好的话，对，就会比较很真诚的相对。所以说写信的话正儿八经写，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在想，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对王毅的称呼从依依妹妹变成了王毅，就慢慢的可能就觉得好像他慢慢的也变得成熟稳重。不再是个小妹妹模样，然后我的话在床上想的是，因为以前的话觉得你还是一个因为会想家而流泪的小孩，然后到现在呢，感叹你可以跟我坐在楼梯上，然后我们2个可以十分认真、真诚地探讨一些关于我们的想法。我会因为以前认识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而让我感到很开心，到现在。轮不到我哭吧？哎呦，没事。到现在会因为，在我感受到一些来自外界的悲伤时，能有个人，会给我带来。不要给我带来很多糖。会给我带来自内
内心的陪伴和理解而感动。有时候我甚至一个眼神，你就可以知道我要点什么外卖了。慢慢的，你也不再只是为了想家而烦恼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随着长大而应该遇见的烦心事。你总是不说，我不知道你是怕麻烦还是不想跟我聊天，但是就这么想的时候，你就给我发来了消息。我特别开心你能遇到这些麻烦事的时候来找我。虽然我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也还在慢慢成长，但是这些麻烦事在我们的一段对话下，仿佛被上了药一样，最起码烦躁的情绪会缓解很多。遇见你，我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如果未来我还能这么幸运，那就要拜托你了，要继续一起开心的傻笑，一起为一件事情流泪，一起感受生活中的各种感受。还有一起发糖。可以。哎，好了，那我也说你不用，没事。赶紧的，赶紧的。因为我知道王一这边脸比较漂亮，要把她最漂亮的脸露出来，对吧？对。好贴心。对，然后，你要不要先哭一会儿？没事。那个，因为吧，就是其实我说了，我不会给你写信的，因为我要跟你说的话接下来都是发自肺腑说的话啊。请说。对，然后我怎么说？我第一次认识王一的时候，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你的视频，就是你当时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个小女孩，觉得哇好可爱，就感觉很奶奶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当我们其实真正认识到熟悉起来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你真记得？对啊，就在去年的时候吧。真不错。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心情不太好嘛，然后我去他房间找他，然后那一天晚上我们就是聊了很久，就是彼此都大概就交换了一下自己的心事啊之类的那种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已经聊到天都亮了。对。对，就从那一次往后，就感觉我跟王一的关系就一下变得就是更好了一点吧。然后后来吧，就是自从我搬了宿舍以后，你也会经常来宿舍找我玩。对，因为我们关系太好了，就是可能有点舍不得我吧，对吧？然后有时候吧，就之前我一直说王一是一个比较神经大条的人，就是他不太会顾及到旁边人的一个，就是他不是顾及不到，他是注意不到。就可能我有时候默默在流泪的时候，王一就嘿嘿，在那里刷抖音，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就是他会很细微的去照顾到身边的人，他的有什么就是情绪啊有什么不对，然后会在我很难过的时候默默的拍拍我的背，对，然后就觉得王一现在是一个就是成长非常非常快的人，然后每次看到你，就刚才看到你在台上表演那个节目的时候跳舞，就在台上跳舞的时候，觉得你这一年就进步特别特别大，甚至风格都变了，然后就感觉有一种我儿长大的感觉。对，然后就是还有怎么说，王一吧，就有时候他的那个情绪不太会给大家展露，就是给大家的感觉经常都是无所谓啊，算了就这样吧，就是这种很有一点漠不关心的这种状态。但其实是因为他感觉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自己消化，就是不太想去麻烦别人，所以有一些伤心事的时候，希望你以后也可以就是多多跟我们一起沟通，不要再一个人就是默默消化了，就自己憋得很难受，何必呢，对吧？俺们都是朋友呢。对，然后希望王一从今往后，也不是从今往后，就是今后，他可以越来越强大，然后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达到你想达到的目标，然后会越来越好的。生日快乐！谢谢。行吧。OK， 我走了。好。还有人？还有呢？还有谁？还有人要讲2句吗？H 队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 ？H 队没有了是吧？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有请一下，就是